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杰，欢迎回到我的 EasyKeys 2系列视频课程。除了我们上节课程中说过的调号编辑器和节拍编辑器以外， EasyKeys 2中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速度编辑器。我们可以从标尺栏的右键功能菜单中打开这个速度编辑器。在速度编辑器中，我们可以对当前的歌曲轨道进行变速处理。但实际上，当我们作为插件在宿主软件中使用 EasyKeys 2时， EasyKeys 2的播放速度是会与宿主软件保持同步的。这是因为通常我们都会激活播放控制栏上的跟随宿主按钮。我们先关闭这个速度编辑器。例如，我已经在宿主软件中添加了一个速度变化，元素是84，从第8小节开始速度渐慢，到第9小节时速度是64。我们来播放一下宿主软件，听听现在的效果。可以听到，这是一个渐慢到终止的段落。当播放到第8小节时， EasyKeys 2可以很好的与宿主软件保持速度同步。所以，在宿主软件中使用 EasyKeys 2时，是不需要对 EasyKeys 2做额外的播放速度调整的。而速度编辑器功能实际上是为独立运行的 EasyKeys 2准备的。我们到独立运行版本的 EasyKeys 2中去看一看。在关掉宿主之前，我们可以先把当前的歌曲轨道保存一下，以便一会儿可以在独立运行的版本中加载相同的歌曲轨道。我们可以通过文件菜单中的保存工程命令来进行保存。这里还提供了另存为和保存为副本命令。我们选择保存工程。选择一个保存目录，然后为工程文件起个名称，建议不要使用中文字符。保存之后，在文件菜单中的最近打开子菜单中，就会看到我们刚刚保存的工程了。好，现在我们转到独立运行的 EasyKeys 2中。在独立运行的 EasyKeys 2中，为了能够正常进行播放，首先我们需要设置一下音频与 MIDI 设备。在设置菜单中选择音频与 MIDI 设置，在打开的窗口中，我们可以选择要使用的音频驱动类型，以及要使用的声卡，还可以选择要使用的音频输出端口，以及 MIDI 输入端口。设置完成以后，关闭这个音频与 MIDI 设置窗口。现在可以通过文件菜单中的打开工程命令来打开我们刚才保存过的工程文件，也可以直接在最近打开工程的子菜单中直接进行选择。打开工程后，可以看到歌曲轨道中的内容与我们刚才在宿主软件中时是一样的。您可能会注意到，独立运行版本的 EasyKeys 2播放控制栏中是没有跟随宿主按钮的。所以此时的播放速度依赖于 EasyKeys 2中的速度设置。如果打开的工程速度不正确的话，可以手动设置一下速度值。现在进行播放，第8小节是没有渐慢效果的。要想做一个渐慢到终止的效果，就需要用到速度编辑器。我们在标尺栏上的右键菜单中选择速度编辑器命令，打开速度编辑器窗口。首先将播放指针定位到我们需要变速的位置，在现在的例子中也就是第8小节。然后单击速度编辑器右上方的添加节点按钮，此时会在第8小节出现一个速度节点，速度值是我们当前的工程速度。
然后将播放指针移动到变速结束的位置，也就是第9小节，再添加一个节点，然后将第2个节点向下拖拽到我们想要的终止速度，也可以双击速度值来直接输入。在这个例子中，我设定为64，这样就完成了一个速度渐变。在速度编辑器右上方还提供了用于快速调整速度节点数值的增加按钮和减少按钮，每单击一次可以将当前节点的速度值提升或减少30。最右侧还有个编辑菜单，这里提供了针对速度节点的剪切、复制、粘贴以及移除所选、移除全部和全选命令。好，我们关闭速度编辑器，回到歌曲轨道中。现在来播放歌曲轨道，就可以听到速度渐慢到终止的效果了。好，这节课程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来了解 EasyKeys 2中的导入与导出功能。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期的内容更新了。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